人慌张录像打算留下自己探险时遇到的恐怖经历，可下一秒他就被一股神秘力量拽走，消失在了镜头中。随即没一会儿便又血肉模糊的重新摔回到地上。此视频一出，立即在网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人们纷纷讨论起灵异录像的真实性。虽然最终证实只是一伙网红团队为了流量在搞怪，但视频中的地点依旧吸引了大量游客慕名而来，而这也正是这伙网红团队的最终目的。他们就是以此为噱头，帮当地景区老板提升人气。这天，团队又受邀来到处生意惨淡的露营区拍摄视频，打算帮即将破产的老板吸引些游客。为了表示感谢，对方不但支付了巨额报酬，还免费邀请团队去湖中心的小岛住上一晚。队长朱莉称，之所以这里风景优美却依旧冷清，就是缺少了一个足以引人前来的噱头。没办法，老板只好讲了个当地的灵异故事。传说此处曾出现过一个失数作祟的女巫，愤怒的村民抓住她后，在其脸上钉了副直穿骨头的铁面具，并在上面挂了个铃铛，这样她除了靠近就会被察觉外，还无法进食。受尽折磨的女巫最后选择投湖自尽，而传闻对方的恶灵仍在这里游荡，等待时机把人拉进湖里陪葬。朱莉称，人们现在就喜欢听这种恐怖故事，回头剪辑后发到网上，肯定能提高此处人气。很快，众人就坐船抵达了小岛。老板拿出对讲机称此处没有信号，有什么需要只能用这个联络。随即在承诺明天来接他们后，便转身离去。优美的环境让几人也没多想，换好衣服后立马跳入湖中玩耍起来。只有一直对此处感到心悸的安娜并未下水，而这时突然飞速驶过的无人机更是吓了她一跳。原来阿伟也因工作留在了上面，可没一会儿他就在屏幕里发现了异常，无人机拍到水下好像有团黑影，但无论怎么观察也没看清是何东西，以为是条大鱼的他也没在意，却不知岛上发生的诡异状况将越来越多。录制素材时，他突然看到同伴手臂竟开始流血，阿伟赶紧将毫不知情的对方叫了下来。听到动静的众人也连忙走过来查看，可雷哥检查后却发现自己身上并无伤口。朱莉还以为是对方自作主张搞起灵异内容，深谙网络之道的他明白不能老是搞同样的剧本，可雷哥却称自己根本不知怎么回事。看着双方剑拔弩张的态度，阿伟连忙打圆场，强行将此事认了下来。气氛缓和下，几人再次进入水中打闹起来。可就在此时，雷哥却突然从水面消失，大家都以为他又在搞怪。可挣扎出水面的雷哥却怒斥阿伟别开这种玩笑。阿伟赶紧举起双手示意不是自己搞鬼，而还没等懵批的雷哥反应过来，就再次被什么东西猛地拽入水里。几人终于意识到水下有什么东西，立马惊慌的飞速朝岸边游去。落在最后的小爱直接倒霉的被那东西拖住，众人见状连忙伸手将其拽了上来。可惊悚的是，他的腿却已鲜血淋漓，大家只能暂时将伤口包扎止血，随即快速用对讲机呼叫救援。可因信号不好，老板并未听清内容，以为他们只是不想过夜打算离去，直接毫无防备的驾船向小岛驶来。可没一会儿，船底就撞到什么东西停了下来，他连忙拿起杆子向水下捅去，下一秒老板就直接连人带杆一起被拽入水中，接着便在挣扎中慢慢沉入了湖底。看到这一幕的众人绝望不已。很快时间来到深夜，他们仍没讨论出到底发生了什么。朱莉认为此处真有女巫冤魂索命，但安娜却对此说法嗤之以鼻。而此时不知是否受外面的闪电影响，帐篷内的灯在闪烁几下后突然熄灭，接着众人才看到帐篷外竟有道身影在徘徊，他们被吓得蜷缩在一起，不敢发出任何声响。可安娜却认定是有人故弄玄虚，她见状直接走出去查看起来，但环顾一圈也没发现那道身影。安娜只能失望地重新返回帐篷，可刚走进来就看到另一边倒映出的影子。但慢慢的，大家却发现对方一直在外面徘徊，却始终不闯入伤害他们，这也让女巫作祟的说法大大降低。可这时小爱却说出了另一个看法，她认为对方需要以水作为媒介才能行动，所以白天只能在水下活动，而雨夜却能在陆地行走。同理，无法闯入是因帐篷的阻挡导致这里没水。刚才的事依旧没能化解众人分歧，但他们明白不管如何待在帐篷内是最安全的。而如此惊险时刻，朱莉仍不忘拍摄视频，她相信如果能离开此地，团队事业绝对能凭此飞升。可就在此时，一道利爪却猛地划开了帐篷，显然对方已等得不耐烦了，大量雨水顺着缝隙快速滴落进来，这样下去很快此处就将被雨水灌满。这时有人提议到不远处的桑拿房躲避，朱莉见状立马抛下众人向那里狂奔，而其余人则只能抬着昏迷的小爱慢慢赶去。众人边走边小心地瞭望四周，没一会儿树林内就传来一道铃铛声，大家听后立马加快了脚步，但有个女孩却跟不上，直接摔倒在地，而这下也让其扭伤到脚踝无法起身。她连忙让大伙先把人带进去，可就在等待同伴返回时，却突然感觉身后有什么东西在缓缓逼近。没一会儿，众人就看到浑身是血的他趴到窗外求救，可下一秒，经此一事后，安娜的无神论终于被打破，众人只能绝望地待在此处等死。所幸一夜过后，暴雨终于停止，大家连忙趁此机会打算逃离此地。可伤势严重的小爱已开始出现休克现象，而不管怎么求救，对讲机都无人回应。很明显，老板娘恐怕也遭遇了不测，现在只能把船救回来才有机会逃跑。但研究半天，发现只有游过去一种办法。自私的朱莉直接称可以用小爱当诱饵引开女巫，安娜听后直接拒绝并怒骂起来。可绝望的是，她除了嘴炮外，竟想不出其他办法。
而另一边却有人已对这个计划心动。被蛊惑的雷哥趁他不在，将小爱放到了泳圈上，随即朱莉直接动手把泳圈推了出去，伤口处的鲜血立马在水下飘散开来。雷哥则赶紧跑到另一边进行等待，只等女巫动手的同时，他就下水取船。可这一幕却被返回的安娜所看到，她连忙推搡着让朱莉把人捞回来，但下一秒就被对方一拳打倒在地。她不允许任何人破坏逃生计划，可争斗声却将小爱从昏迷中吵醒，而眼前的处境更是让其瞬间清醒。她连忙慌乱地朝岸边滑去，此时懵批的阿伟也闻声赶来。无法挣脱的安娜情急下只能将事情揽了下来，而反应过来的阿伟则赶紧把同伴捞回岸边。但安娜也不是毫无准备的送死，小爱的腿伤已恶化到了一定程度，就算马上送往医院也得截肢，不如现在就将其砍下当做诱饵。心有感激的小爱作为回报直接答应。安娜先将餐刀进行消毒，接着让小爱含住树枝防止咬舌。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安娜直接动起手，强烈的疼痛瞬间让对方挣扎起来。阿伟连忙用力按住小爱身体，没一会儿超越痛感极限的他便再度晕死过去。而在疯狂砸击下，腿也终于锯了下来。阿伟见状连忙抄起烧烫的平底锅，用锅底灼烧伤口，快速止血。做完一切后，二人这才虚脱般瘫坐在地。阿伟对此也给不出答案，但他明白现在不是伤感的时候，必须尽快进行下步计划。此时安娜正在岸边做着心理建设，而挂着断腿的无人机已在湖面上悬停。没一会儿，一只利爪就从下面窜出一把，将其拽入水中。朱莉见状连忙大喊着赶紧行动，可安娜刚准备入水，就听到扑通一声。原来之前的自私行为让雷哥后悔不已，他决定以此来弥补对同伴的伤害。只见其奋力地朝船的方向游去，可不远处一道涟漪也迅速向他袭来。所幸雷哥有惊无险地在对方赶到前爬到了船上，但就在他准备开船时，才察觉到发动机不知何时已被破坏。没办法，众人只能用桨缓慢地朝岸边划去，而不出意外的话，意外马上就会发生。很快雷哥就感觉桨板被什么东西给拽住，他奋力地想要将其拔出来，可最终桨板还是被一下拖入水中。更倒霉的是，此时天空再次阴沉起来，几人只能胆战心惊地尝试着用手划船。所幸这次并没发生什么意外，他们有惊无险地划到了岸边。但就在众人准备上岸时，女巫却突然窜出一把，抱住走在最后的阿伟，随即猛地一下将其直接扯进水里，而其余人也顾不得悲伤。此时天空再次下起瓢泼大雨，他们只能赶紧先跑进屋内进行躲避。暂时脱险后，朱莉赶紧准备联网报警，却发现屋内 WiFi 也连接不上。可折腾够呛的小爱已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安娜决定不再等待，冒险出去修理线路。很快，她就顶着大雨来到隔壁杂物间，但就在修理时，却发现角落处盖着个染血的塑料布。她掀开一看，里面竟正是第一个死掉的同伴。而还没等从惊恐中回过神，一扭头就看到头戴面具的女巫已站在了门外。安娜连忙抄起地上斧头先发制人，但还是被对方一把抓住手腕抵到了墙上，接着斧头也被其一下甩了出去，随即巨大的利爪便直接掐住脖子将她举起。没一会儿，安娜就呼吸困难起来，危急时刻她拼命抓起一旁的管钳。最后在一套组合技将其打倒后，再度捡起斧头一下劈到对方肩膀上，随即连忙锁上房门逃离了此地。不是因为他手下留情不想补刀，而是通过刚刚的打斗，安娜发现对方竟是人类，很明显有人利用灵异故事在搞屠杀。几人听后连忙架起小爱准备逃跑，却突然听到门外再次传来铃铛声。没一会儿，怪人就拎着斧子走入屋内，安娜只能带着昏迷的小爱暂时躲到沙发后，可下一秒目标明显的他俩就被整了。但就在此时，雷哥突然从身后窜出一下将其抱住，接着在扭打中一把将怪人摔倒在地，随即抓住他脑袋对着地板一顿猛砸。对方在不停砸击下终于慢慢瘫软了下去。雷哥好奇地掀开面具进行查看，发现此人竟是邀请他们来此的老板。而还没等他从震惊中回过神，下一秒原来老板娘竟也是杀人狂魔。很快仅存的二人就被绑到地下室，并且从对方的交谈中也得知了作案动机。原来老夫妇本意只是想暗中吓唬他们并录下影像，这样就能以最逼真的效果引发全网关注。没想到刚开始老板就将事情搞砸，把小爱弄伤，而第一个女孩更是扯下了她的面具。害怕承担法律责任的老板惊慌下直接干掉了对方，最终才导致眼前无法挽回的地步。现在只能解决掉所有人，并把事情推给女巫传说。但言语中好像还有个人对此事不太同意，而正在讨论的他俩却没看到。此时小爱再度从昏迷中逐渐苏醒，安娜见状连忙开口吸引两人注意，为同伴悄悄拿枪争取时间。可此时老板娘却不想再墨迹，直接一斧子将朱莉砍死在当场。但就在准备对安娜动手时，小爱终于拿到枪一下将其干掉，接着准备反击的老板也步了妻子后尘。二人终于有惊无险地逃离了这恐怖之地。回到车上后，松懈下来的小爱再次昏迷。安娜见状连忙打算驾车离去，这时才发现本该丧命的阿伟竟坐在后面。原来老夫妇嘴里不同意的人就是他，阿伟正是他俩的儿子。他痛苦地表示，本来事情不该发展成这样。Turisterna skulle komma om det kändes på riktigt och skulle bli helt safe.
而现在他也不知到底该怎么办了。安娜连忙劝阿伟冷静，并表示此事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他也不过是其中一名受害者。听到这，崩溃的阿伟终于慢慢放下屠刀，可还没等安娜松口气， Nej, det går inte. Det går inte, ingen kommer tro mig. Jag måste fortsätta. 下一秒，原来警惕的安娜在他说出那番话时就已做好准备，这次他才算真正解决了危机。好心的他还在离去时将阿伟留下，让丧心病狂的一家三口整整齐齐地见证这片景区即将迎来的火爆场面。